身今年已经50岁了，你快放开！我可是永安侯府的老夫人，论辈分，你得喊我娘。叽里咕噜说什么？我是侯府老夫人，本想去救被下药的孙女，结果被这意乱情迷的摄政王强迫了。你身上好闻，让本王很熟悉。我明明只是想救我的孙女嫣儿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重生了，老身竟回到了孙女嫣儿被毁清白的那一天。前世嫣儿被摄政王的无良侍卫掳走当了解药，下场凄惨。这一世，祖母就是跑断腿，也要拦住那个禽兽。嫣儿，祖母这就来救你，祖母绝不会让那个禽兽。乖一点，给我，本王会对你负责的。负责？你对老身负责？老身怎么跟死了20年的夫君交代？难道跟孙子孙女说，祖母给你们找了个25岁的后爷爷？混账！你还不如直接放开老身！老妖精，本王这就弄死你！王爷，属下把沈家嫡女抓来了，这就给您送进去。是嫣儿在外面，不行，老身已经受辱，不能让嫣儿也被祸害。不要让她进来！本王知道，本王只要你滚！别让本王说第2遍！是，原来王爷已经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了，属下这就把这沈家姑娘送回去。嫣儿没事了，总算没白来这一场。只是老身这辈子……别想了，你的身子比你的嘴更老实。其实，你也很享受，不是吗？对方可是权倾朝野的摄政王，永安侯府不过是寻常勋贵，他动动手指就能弄死我们全家。为了不拖累家小，我得赶紧走。可怜老身50高龄，平日里抻汤养着，爬山练着，本是一把硬朗骨头，今日竟被那野后生蹂躏的连道都走不稳了。老身这辈子何曾受过这种狼狈罪？怎么样了？老夫人，小姐已经送回去了。奴婢在此等候您多时了，您看起来脸色不太好，是遇到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，不小心在厢房里修饰了一会儿，就耽搁了下山的时辰。嫣儿没事就好，打道回府吧。夫君和我16岁成婚，30岁死别。我为你守寡20年，原本以为这辈子心里只会有一个男人，没想到临老入花丛，竟然晚节不保。夫君，我愧对你呀。李玉清，你这个荡妇！你竟然背叛我！说好生同情死同墓，老子在下面等了你20年，你不下来陪我也就罢了，你竟然给我找了个25岁的弟弟！夫君，是他劲儿太大了，老身实在是挣脱不开，我是被强迫的。滚开！一个死透了的老东西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叫嚣？萧云彻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看着他老身这心里竟隐隐觉得有些欢喜，我真是老糊涂了。乖乖玉清，不要听那个老邓胡说八道，你值得这世上最好的男子。这种话他怎么说得出口？真不要脸！你不就喜欢这样的我吗？什么？还好，外头并未传出摄政王寻找老妇的消息。
想来是那晚药性太重，萧元成并未记清。只要老身躲得稳，这桩荒唐事就当烂在肚子里了。老夫人，您可算醒了。大小姐等了2个时辰，今日见还是不见？痕迹淡了，应该不会被发现了。让他进来，就说我风寒好了。哎，奴婢这就去请。祖母，您终于肯见嫣儿了。嫣儿还以为是那日自作主张出门，害得祖母亲自上山寻我，惹您不悦了呢。傻孩子，祖母疼你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怪你？多谢祖母，要不然若是玉衡哥哥知道了，定会不高兴的。江玉衡，前世他新婚之夜上战场，让嫣儿用嫁妆填补他们江家的亏空，最后还被他们活生生逼死。一个不下蛋的母鸡，占着正妻之位这么久，也该滚了。这一世，祖母不会让你重蹈覆辙。这一世，老身非扒了他的皮。祖母，您怎么了？嫣儿，祖母想过了，你年纪还小，祖母也只有你这么一个贴心的孙女，实在是舍不得你这么早嫁人。祖母的意思是，你们的婚事往后推迟2年，等再过2年，你18岁了，祖母再送你出嫁，可好？嫣儿也想多陪陪祖母，既然祖母开口，嫣儿都听您的。我这就回房写信告诉玉衡哥哥，婚期延后。启禀老夫人，镇国将军府的少将军在外求见，说是来拜访您和大小姐的。他来干什么？不见。可是同行的还有摄政王。萧元彻，他怎么来了？那日摄政王中了药，神志不清，未必记得我这老太婆。备茶，请他们进来。是老夫人。老身寡居，不便见客，失礼了。不知2位今日登门，有何贵干？无妨，是本王和江小将军不请自来，叨扰了。王爷有话直说便是。玉衡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嫣儿，见你没事就好。这些日子我给你写的信，你为何一封都不回？我还担心你出了什么事。信？前些日子祖母病了，我在床前尽孝，想是下人忘了送来。这位是……嫣儿不得无礼，这是摄政王殿下。民女沈嫣见过摄政王殿下。萧元彻可千万别看出什么端倪，万一他发现嫣儿长得像我。半个月前，沈姑娘人在哪儿？可曾去过城外的报阁寺？本王在报阁寺丢了件极为重要的东西，沈姑娘可曾见过？我那日昏迷甚是凶险，祖母也因此受惊，难道和摄政王有什么关系？不曾啊，半个月前我一直在家陪着祖母，哪儿也没去呢。是啊，嫣儿这孩子最是乖巧听话，知道我这老婆子寂寞，日日守在我榻前。哦，是吗？想来是本王记错了。起来吧。谢王爷。江少将军，老身有个不情之请。老夫人请讲。嫣儿才及笄，岁数还小，老身做主将你们的婚期往后延延，等嫣儿18岁之后再考虑婚嫁的事。不行！玉衡哥哥，你这么凶干嘛？祖母也是心疼我呀。嫣儿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想尽快把你娶回家。离你18岁还有3年呢，我怕我等不了。这就是我们沈家的规矩，不到18岁不可婚配。如若江少将军等不及，不如退了这门婚事，你另寻良配吧。退婚？那嫁妆我岂不是1分都拿不到？这可如何是好？老夫人误会了，晚辈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……你若当真爱嫣儿，老身给你3年时间。若你能在这3年内重振江家名声，老身便让嫣儿风光大嫁。若是做不到，这门婚事就不要再提了。你敢不敢跟老身打这个赌？老夫人所言，本王倒是觉得并无不妥。这萧元彻与老身还是很有默契的嘛。江小将军，你若不同意，大不了老身舍了这诰命身份，亲自去御前求圣上退婚。我和嫣儿真心相爱，你这老太婆竟敢棒打鸳鸯！你就是看我江家败落势利眼！江玉衡，你骂我祖母什么？祖母是为我们将来着想，你竟如此不知好歹！他是故意刁难嫣儿，你难道也嫌弃我没出息？当初这婚事可是2家祖父定下的，你们沈家这就是狗眼看人低！放肆！沈老夫人乃1品诰命，与你祖父同辈，你竟敢出言不逊！江老将军不会教儿子，本王不介意替他教教。殿下息怒，在下失言，我
我愿接受提议，上战场建功立业，3年后再来求娶。滚去本王先锋营，领50军棍再走。感谢王爷，感谢王爷。这般处置，老夫人可还满意？殿下英明，老身佩服。殿下，老身大病初愈，身体乏了，嫣儿，带我送送殿下。是祖母。殿下，天色不早了，您不回府吗？天色确实不早了，本王乏了，今日想在侯府借宿一宿，不知老夫人愿不愿意收留？府里只有我们孤儿寡母，殿下一个外男留宿，怕是名声不妥。那要是本王今晚一定要住在这里呢？殿下息怒，祖母只是独居多年，怕与生人来往。府中西院空置着，是祖父从前看书的地方。殿下若不嫌弃，可在那儿安置一晚。还是嫣儿乖。殿下谬赞了。他是在勾引你啊，我的傻孙女！这个禽兽已经欺辱了我，难道连我的孙女也不放过吗？嫣儿，到祖母身边来，红薯带殿下去西院。是，老夫人。完了，菩萨保佑，他那晚肯定要糊涂了，千万别认出这张脸。本王看老夫人总觉得有些面善。殿下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您当然见过老身。哦，那就是在20多年前，老身进宫拜见您的母妃德妃娘娘，还亲手抱过您呢。殿下那时还是个喝奶的奶娃娃，老身上手一抱，嘿，您还直接尿了老身一脸。一晃眼，殿下都长这么大了，老身这记性可是深刻的很呐。尿了祖母一脸。老夫人记性真好。王爷不必客气，说起来我也算是看着您长大的。你带我去厢房吧。但愿今晚别出什么乱子。夫君，我对天发誓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见那尊瘟邪的，是他自己非要赖在府里不走。嫣儿这孩子也真是，竟然安排他住在你生前住的地方。夫君，你放心，老身老了是要和你葬在一起的，绝对不会背叛你。启禀老夫人，果真如您所料，那江玉衡一离开侯府就变了脸，径直去了教坊，寻了一个叫如烟的女子。那个狐妹子，他们说了什么？奴婢在窗根底下听得真切。那江玉衡对如烟说：“等我把那沈家的傻丫娶进门，拿了她的嫁妆，就立刻给你赎身买宅子。沈家那个老太婆命硬，等大婚后，我就找个由头把她气死，整个侯府都是咱们的。”真是混账！竟然在成婚前就已经勾搭上了，这哪里是结亲，分明是给嫣儿设了个仙人套。亏他平日里装的一副谦谦君子样，我呸！真当我们永安侯府没人了吗？想气死老身，老身先送他上西天。祖母都听说了，好个江玉衡，吃着沈家的饭，还想砸沈家的锅。祖母莫要气坏身子，孙儿这就去摘了那卑鄙小人的狗头，给咱们侯府出口恶气。哎，昭儿，不可莽撞！前世昭儿就是太直性子，才被江玉衡那个阴险小人暗算。不行，这一世老身得亲自跟着。来人，备马！老夫人若是担忧爱孙，不如与本王一同乘马前往。孤男寡女同乘一骑，这怕是极其不妥吧？老夫人放心，本王的汗血宝马劲儿大得很，绝对能追上你那好大孙。重点是马劲儿大吗？重点是你的手往哪儿搁呢？江玉衡，你这吃软饭的烂人，看你往哪儿躲！嫣儿，你听我解释，是这女人勾引我，我是被逼的。解释？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背地里却拿着我沈家的名帖在教坊饲养女人。江玉衡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解释就不必了，
这一地狼藉就是最好的证物。嫣儿，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你要嫁的人。祖母，求您替孙女去将军府退婚，孙女就是死也不要嫁给这个卑鄙小人。林夫人，这里的一切交给我吧，你先带嫣儿回去。够了，别闹出人命，这里交给我，你先回去安慰一下祖母和妹妹。嘿！夫人，那林老夫人大张旗鼓来退婚了。退婚？今早就听说少将军断了腿，没想到这林夫人就找过来了。江夫人，你那宝贝儿子想必还在教坊司的温柔乡里躺着呢。今日老身把你们江家丰厚的聘礼悉数送还。原来少将军断了腿，是因为逛花窑子被沈家抓了现行啊！你们看这聘礼，打发叫花子呢吧？江家这是想空手套白狼啊！江玉衡德行败坏，此婚书当众撕毁，从此两家男婚女嫁，再无瓜葛。林玉清，你竟敢如此折辱我江家！这婚事是先人定的，你想退就退，我要去御前告你。告御状？好啊，老身倒要问问圣上，这大新朝有没有哪条王法是准许少将军在外养外室，吞未婚妻嫁妆的？我们走。是。姑原本以为她只是个会吃斋念佛的老夫人，没想到还是个带刺的小辣椒。昭儿，那江玉衡断了腿，如今是你出头的最好时机。文书祖母已托摄政王办妥了，你即刻出发去边关，务必光扬门楣。祖母，只有您懂我的志向。里面有10万两银票，穷家富路，不够再跟祖母要。10万两，祖母，您这是把私房钱全给孙儿了？拿着吧，祖母多的是。多谢祖母，孙儿必建功立业，光耀门楣。那些是摄政王给的见面礼，老身说什么也推脱不了，只能替孙儿收下了，希望能保孙儿一路平安。燕儿，是你吗？别站着了，累了一天，过来，上来一起睡吧。老夫人盛情难却，本王就不客气了。你这丫头，最近背着老身偷吃什么了？胳膊怎么练得这么壮？胸口怎么也变平了？你怎么会在老身屋里？不是老夫人邀本王同榻而眠的吗？肯定是我出现了幻觉，否则萧元彻一个年轻有为的摄政王，怎么可能会半夜爬到我一个年过半百的寡妇床上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定是在做梦。夫君，我真的没有背叛你的意思，可恶，为什么要这样考验我一个守寡20年的老寡妇啊？哦，看来老夫人经常梦到本王。没有经常，也就一次。哦，都梦见本王什么了？梦见你一脚把我夫君踹飞了，还骂他是老登。我跟你说，我夫君死的时候才30岁，他是在战场上受了伤，难以医治才早死的，他才不是老登，不许你这样说他。虽然夫君已经死了20年，我都快记不清楚他的样子了，但他依旧是我心底的白月光，朱砂痣。你还挺惦记那老登儿。这一切是真的，不是我在做梦。所以说，借住在家里的25岁年轻小伙子，真的半夜爬上了我这个年近50的奶奶的床吗？不要欺负老奶奶呀！就是因为你在我床榻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难道疯了吗？8月前，本王调查敌国细祖到了城外报阁寺，没想到竟然中了敌人的催情药。危急关头，是一个女子舍身救了本王，替本王解了身上的阴毒。本王心怀感激，命暗卫四处调查，查
查到那女子离开豹阁寺后进了永安侯府。肯定不是我们家嫣儿，嫣儿当天就被我带回去了，不可能是王爷的救命恩人。是，本王记得那女子拄着拐杖，自称是永安侯府的老夫人呢。殿下息怒，老身不是故意的，只是误闯罢了。是殿下自己没看清，拉着老身做了那事儿。我知道你年纪轻轻被一个老太婆睡了很不甘心，但是也不用这样吓唬我呀。老身是半只脚都踏进棺材的人了，你这样容易把老身吓出什么好歹来。你没事吧？觉得怎么样？要不要请御医来给你诊治？对不起，都是本王不好，本王不该这样吓唬你。殿下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老身下个月就50了，论岁数都可以当你的奶奶了。没那么大，本王月份比较早，满打满算老夫人也就大本王23岁罢了，顶多可以做本王的娘，便是叫姐姐也是使得的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看着眼前年轻英俊、棱角分明，还非常紧致的脸，我实在叫不出那声弟弟。这可不行！您是摄政王，您纠缠所谓何事？本王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男人，只会钟情于自己的第一个女人。既然老夫人和本王有了肌肤之亲，本王希望能够求娶老夫人。求娶？不行！我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寡妇，我要为我夫君守一辈子寡的。本王也是一个传统保守的男人，既要了你的身子，又怎么能不负责任呢？你才25岁，连子嗣都没有，你娶我是指望我年过半百，老蚌生珠吗？本王承诺过，此生只有婴儿一个孩子，本就不准备有自己的子嗣。萧雄鹰，当今少帝，前太子的遗孤，萧元彻哥哥的孩子，他倒是个重情重义的人。可是，反正老身不会嫁给你的，你快走，莫叫人看见。你不要名声，我还要呢。若是让我儿子儿媳还有孙女看见，我就一根白绫吊死在这房梁上。姐姐莫恼，本王走就是了。只是我找了姐姐半个月，没有一夜安沉，唯有闻着姐姐身上的香气才能入眠。姐姐能否准许本王在此睡一晚上？本王保证只睡觉，什么都不做。本不应该，但他是摄政王，位高权重，虽然看着好商量，但万一他一个不高兴，把我们全家砍了吗？我只得忍辱负重，同他虚与委蛇。留下吧。小儿乖，麦子熟，糖红下乖。我想让他滚下去，但不知怎么，想起昭儿和嫣儿小时候躺在我怀里午睡的样子。说到底，他也不过是个25岁的孩子。怪不得人家都说岁数大的会疼人。姐姐，这一觉本王睡得极好。本王要去上朝了，晚些时候再来看你。别再来了，老身恭送王爷。不可坏了姐姐的名声。本王只是姐姐的姘头，没资格走正门，得从窗户出去。对自己的定位这么清晰的吗？不对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让他做我的姘头了？老夫人，王爷吩咐，这些是给您的零花钱。王爷说，这根簪子是德妃娘娘留下的唯一遗物，当做给您的定情信物。什么意思？送我他母亲的遗物？难不成真把我当新媳妇儿对待了？造孽呀！姐姐，姐姐，我又来了。今天想我了没有？罪过罪过，昨晚太快活了，今天得抄20遍《金刚经》压一压。老夫人，要不您就成全了摄政王吧？奴婢实在不忍心看他日理万机，还得天天爬窗户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他在爬老身的窗户？全府的暗卫和家丁都习惯了。放心，咱们小佛堂地处偏僻，除了咱们沈家暗卫和王爷的人，外人断不知晓。不过奴婢有个技术性问题想请教。
讲。奴婢赌王爷一晚最多3次，可王爷的暗卫非说起码5次打底，还说王爷天赋异禀。老夫人，到底谁赢了？滚出去！你们这些孩子缺心眼儿啊！夫人别害羞嘛，就告诉我们嘛。这里太闷了，我要出去透透气，你们不用跟了。萧远彻，你若是敢打嫣儿的主意，老身拼了这条命也要拉你下地狱！嫣儿别哭，告诉奶奶，那火焰王是不是欺负你了？祖母，摄政王殿下太过分了，我以为他好心给我买糖葫芦吃，没想到他竟然非要让我叫他爷爷。萧元彻，你他妈为了和我在一起，连王爷的脸都不要了吗？萧元彻，你白天是怎么想的？竟敢诱骗嫣儿叫你爷爷，沈家老侯爷可在天上盯着呢。姐姐轻点儿，本王只是想要个名分。今日坊间流传甚广的小调，颇能表达本王的心境。我无名分，我不多嗔，我与你难生恨。闭嘴吧你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咱们这种见不得人的关系，万一被朝臣弹劾，你这摄政王还要不要做了？姑不要什么江山，姑有你就够了。痴儿，老身都半截入土了，你就不怕我哪天突然死？不许说死！阎王爷敢动你，姑就杀进地府。姐姐，你真的想不起来吗？别怕，孩子别怕，抓紧我的脖子，这水不干净，千万别沾水。姐姐，你放我下来吧，你的腿在流血，你会疼死的。姐姐是大人，姐姐不疼，再等等，咱们很快就能回家的。小王爷在这儿。姐姐，你等我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要娶你做我的新娘子。竟然真的是他！怎么了，姐姐？做噩梦了吗？有我在，别担心。难不成你就是当年那个在水牢里坐在老身肩膀上的孩子啊？小笨蛋，怎么现在才想起来？早在寺庙厢房里见到你的第一眼，闻到那股檀香味，我就认出你了。找了你20年，姑怎么可能认错？可老身都老成这样了。胡说，在姑眼里，你一点也不老，永远是那个在水牢中护着我的小女孩。可我终究比你大23岁。那又如何？不过是比我多看麦子熟了23次罢了。等婴儿亲政，本王就带你去辽东。听说那里的麦子1年熟2季，姑早晚会赶上你的岁数，到时候看你还怎么嫌姑年纪小。哪有人这么算的？真是奇了，老夫人，您最近这脸色红润的跟桃花似的，眼角的细纹都舒展开了，瞧着倒像是年轻了10岁。哪是年轻了10岁，还得是25岁的男人厉害。李雨晴，你开门呐！咱们好歹是几10年的交情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亲家母，玉衡的腿断了，没钱请好大夫，家连米都揭不开锅了，求你借我5万两银子，不3万两就行。等玉衡以后。江夫人，婚书已撕，哪来的亲家？你们沈家怎么能如此狠毒？难道眼睁睁看着江家绝后吗？狠毒？你儿子算计我孙女清白和嫁妆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嫌狠毒？拿沈家的钱去养你们江家的外室，你当老身这双眼是瞎的吗？来人，这些叫花子吵着老身午睡了，给我打出去！你个老东西！
理啊！永安侯府背信弃义，当初洛娘是求着我们定亲，如今见我儿腿断了，就翻脸不认人，这点救命钱都不给，你们沈家就不怕遭报应吗？老身只知道，若是让嫣儿嫁入你们那个已经烂透了的江家，那才是沈家最大的报应。谁在侯府门前喧哗，惊扰了老夫人的清静？王爷，是沈家不仁，我们只是来讨个公道。公道？本王看江少将军这腿断的还不够彻底，竟然还有力气爬到这儿来叫嚣。王爷，在下不敢。听好了，沈老夫人是先帝封的一品诰命，更是本王的救命恩人。以后谁敢在沈家门口闹事，不必报官，直接拖去先锋营充军。既然江家这么缺钱，那就把他们家剩下的那几座老宅也封了，充公抵税。江少将军既然喜欢躺着，那就回破庙里躺一辈子。怎么样，姐姐，这出戏处理的可还满意？满意是满意，可王爷这出场未免太张扬了。现在满京城都传老身跟你这摄政王私交甚会，私交当然要慎狠。不仅如此，本王还要让这天下人知道，沈家这块骨头只有本王能啃，别人碰一下都得死。母亲，儿子听说摄政王殿下来了。王爷，您跟我母亲这是在切脉呢？王爷，我母亲她老人家最近风湿入骨，手上没劲儿，不敢劳烦王爷亲自切脉啊。侯爷误会了，老夫人的手不仅有劲儿，还白皙细嫩的很，姑瞧着喜欢，多握会儿怎么了？萧元彻，你放手！静才，你听老身解释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你先起来。王爷，这跪着吧。姑与你父亲是忘年交，与你母亲是生死交情，有意见吗？忘年交？你他妈5岁的时候，我夫君都死透了，你上哪儿交去？王爷慎言。静才，你先出去，王爷是有要事与老身商议。儿子这就走，儿子什么都没看见，儿子这就去把刚才那只眼戳瞎。萧元彻，你要死啊！那是老身的亲儿子，你让他给你磕头，你是想让他英年早逝，还是想让我被雷劈死？姑是摄政王，他见姑本就该跪。再说了，姑这是在提前让他适应，毕竟等过段日子，姑的3叔6里进了沈家的门，他不仅要磕头，还得开口叫爹。滚！你给老身爬窗户滚出去！侯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去给母亲送补粮，怎么魂儿都送丢了？夫人，你有没有觉得咱娘最近看着年轻了不少？确实，母亲最近气色红润，人也精神。完了，摄政王刚才在书房，他在摸咱娘的手。老夫人这福分可真是不浅呐！哎呀！将士，快起来！求你们再宽限几日，等玉衡腿好了，一定还。王爷早。起来，这是老身的椅子。姐姐的椅子就是姑的椅子。习惯就好。母亲，儿媳斗胆问一句，您和摄政王是真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
老身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母亲，儿子没有责怪您的意思，只是想问问，如果您改嫁到摄政王府，摄政王他又没有子嗣，能立孩儿当世子吗？你是敢想的，不能。但为娘能把你锤成世子。儿子开玩笑的。侯爷，您这是何苦呢？嫣儿，叫爷爷。叫一声嘛，我给你买糖葫芦。不叫，您比我才大几岁。王爷这是铁了心要当爷爷啊，我赌他今年叫不上。嫣儿，今日进宫，皇叔带你去见见世面。皇叔，你终于来找婴儿玩了。皇叔，这位是永安侯府嫡女沈嫣。民女沈嫣拜见皇上。永安侯府个个都是忠良之党，在朕面前无需多礼。姑听说御花园的花开得极美，今天天气不错，不然我们去御花园逛逛？好，听皇叔的。沈家嫡女沈嫣德才兼备，定为未来皇后人选。沈家虽为侯府，但配皇室身份终究低了些。好了，此事不用在意了，这也是皇上的意思。你这样太高调了，朝臣们会弹劾你的。让他们谈，本王的女人和孙女就该站在最高的地方。你这混球！捷报！永安侯府小侯爷沈昭边关大捷。多亏了祖母您料事如神，孙儿才能立下不世共功。前世昭儿被姜日恒陷害，不仅死在战场上，还被姜日恒冒领军功。重生这一次，我终于能护着昭儿平安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昭战功赫赫，封为安国公，任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总领兵权。夫人，咱儿子是安国公了，天下兵马大元帅。以后你见了儿子得磕头。这下，本王看你们谁还敢说沈嫣配不上皇后之位？摄政王为何如此疼爱沈大小姐？是否有什么渊源？本王和沈小姐的祖母私交甚厚。啊？难道是忘年之交？难怪如此呵护他的晚辈。皇叔真行。再也不能直视“忘年之交”这个词了。前世嫣儿受尽苦楚，最终惨死在冰天雪地，我还没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。这一世我终于可以见证嫣儿大婚，护她幸福了。姐姐，你做到了。是我们做到了。女儿长大了，嫁人了。侯爷，以后见了女儿，得磕头叫皇后。陛下，摄政之权今日奉还，大雍江山由陛下亲掌。皇叔，好好做，皇叔相信你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，您真的要走？傻孩子，娘是去享福的，侯府交给你了。祖母，不要
叔，不要走，银儿不能没有皇叔。不用担心，你哥哥会辅助好你们的。至于我们俩，要去数麦子了。诸位，最新消息，摄政王还政于君，携沈老夫人离京了。沈老夫人，摄政王和他，难怪摄政王这些年如此护着沈家。听说了吗？摄政王妃是沈家老夫人，50岁了。还以为是忘年之交，原来是忘年之恋啊！沈老夫人吃的真好，怎么能找比自己小20多的弟弟呀？你盯着老身看什么？看本王的王妃好看，多看会儿不行？一大早就没个正经。姐姐，今天想去哪儿？昨儿个管事说东边的麦子该收了，老身想去看看。好，本王陪你去。今天本王亲自割麦子。你，堂堂摄政王会割麦子？看不起谁呢？本王在军营里什么没干过？这些事儿老身自己做就行了。本王乐意，伺候姐姐是天底下最要紧的事。油嘴滑舌。姐姐，你看，我们多般配。老脸一张，有什么般配的？你去外头等着，老身很快就好。本王帮你烧火，可别再像昨日那样把厨房点了。姐姐，这样行吗？火候刚好，有进步。姐姐，你看本王这架势，像不像老把式？像第一次拿镰刀的。这麦子长得不直。行了行了，别糟蹋庄稼了，老身来教你。看好了，手要稳，刀要斜，对准麦秆根部，这样。姐姐连割麦子都这么好看。专心学。姐姐，我割下来了。有进步，继续。姐姐，累了，歇会儿吧。才割了几把就累了？当年你在军营里可不是这样的。军营里那是练兵，割麦子不一样，这是技术活儿。姐姐，你小时候就会干农活吗？老身娘家在乡下，小时候常跟着父母下地，后来嫁到侯府，就再没碰过这些了。那个老登会干农活吗？哪个老？哦，你说老身夫君？他会不会？他啊，会一点儿。当年我们还一起种过菜呢。哦，种什么菜？怎么，吃醋了？没有，本王心胸宽广，岂会跟一个死人计较？傻小子，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现在陪老身割麦子的是你。这还差不多。好啦，你最厉害了，那我们继续割麦子吧。种菜有什么了不起？本王明天就给你种一片菜地。好，老身等着。姐姐，累不累？老身还没那么不中用，倒是你手酸不酸？你看，都红了。傻小子，让你逞能。姐姐心疼我了。少贫嘴。
姐姐，我给你捏捏肩。手艺不错。那是，本王专门跟御医学过。什么时候学的？刚找到你那会儿，看你走路总扶着腰，就想着学点手法，以后能帮你揉揉。傻子。来，老师教你编草帽。草帽，这个好玩。姐姐，怎么我的老是散？你太用力了，要轻一点。姐姐，我编好了。很有特色。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我们元绰戴什么都好看。姐姐，你看那边的花。姐姐，别动。好看。老都老了，戴什么花呀？谁说的？姐姐戴花，比这满山的花都好看。你又进来做什么？本王要学做饭。怎么突然想学做饭了？万一哪天姐姐想偷懒了呢？本王学会了就能伺候你。那你好好学。姐姐，第一步做什么？先切菜，把那根萝卜切成片。第一次能切出来就不错了。那个，丑是丑了点儿，能吃就行。先放油，油热了再放菜。这样够吗？多了点儿，不过没事。姐姐，他见我。怕什么？又不会咬你。快翻炒。姐姐，是不是快糊了？没有，火候刚好，可以出锅了。姐姐，我炒的。能吃。真的，我也尝尝。好吃，本王果然是天才。行了，别臭美了，吃饭。姐姐多吃点儿，本王亲手做的。越吃越好吃。真好看。没你好看。又说这种话。姐姐，这20年我每天都在想，如果能再见到你，一定要告诉你，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子。傻子。要下雨了。姐姐，快走。你这傻子，自己都淋湿了。本王皮糙肉厚，没事。你看看你，都成落汤鸡了。
姐姐没事就好。姐姐梳头的模样真好看。你今天夸了多少回了？我来。手法不错。那是，本王学什么都快。说你胖还喘上了。姐姐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当年在水牢里救了我，谢谢你让我找到你，谢谢你愿意陪我在这里数麦子。傻子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小时候在宫里，我其实很孤独，父皇母妃都很忙，哥哥们也不带我玩，我一个人在御花园里，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。可怜的孩子。不过后来遇到了姐姐，就不孤独了。以后都有老身陪着你。姐姐，等收完麦子，我们去看海吧。我还没见过海呢。好，去看海。然后冬天去看雪，长白山的雪景一定很美。好，好，好，都依你。姐姐，我们说好了，每年都来这里收麦子，直到白发苍苍。好，每年都来。休息吧，姐姐。元彻，明年还来。好，明年还来。等着，本王给你个惊喜。今天，本王要做出完美的早餐。香。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啊，本想给你个惊喜的。姐姐，尝尝本王的手艺。好吃。真的？坐下，一起吃。你看，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。像姐姐一样好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傻子。你喜欢，我再给你编一个。姐姐，我们说好的，每年都来。每年都来。